从龙套月光族到28亿播放黑马，郭雨欣素颜照镜比剧照更惊艳。很多人第一次注意到郭雨欣，是在那些让人心疼又心动的短剧里。后来，一张她在上海影视基地下班时被路人随手拍下的照片流传开来，大家才发现，屏幕里的她和生活里的她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。镜头里的她是妆容精致、情感饱满的短剧女主角，现实中的她却素面朝天，穿着一件普通的黑色长大衣，安静地走在片场外，像无数普通打工人一样收工回家。那一刻，很多人才真正被她打动，不管是哪一面，她都用作品和真诚的演技，慢慢走进了观众心里。说起郭雨欣，短剧圈几乎没人陌生。她不是那种一出道就资源爆棚的幸运儿，而是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演员。刚入行的时候，她在剧组里跑龙套，经常一个月都接不到一个像样的角色，收入不稳定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连日常开销都要仔细盘算。别人拍一部戏就能上好几个通告，她却连名字都上不了宣传海报。但她从没放弃，科班出身的她，台词功底和表演基本功都很扎实。她把每一个小角色都当成宝贵的练习机会，在镜子前反复揣摩神态、语气，不允许自己有半点敷衍。那段日子虽然苦，却让她养成了对角色认真用心的习惯。机会终于来了，在一部短剧里有一场重头哭戏，她从前期情绪铺垫就开始全情投入，拍摄当天，情绪像决堤一样涌出来，眼泪、台词、动作全都贴合着角色的心境。导演当场喊过，观众也被这一段深深触动。那部剧播放量冲到了28亿，她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短剧黑马。那一刻，所有熬过的苦都化成了最亮的星光。之后，她陆续主演了《晚风知我意》《江南月未圆》等作品。虽然还是短剧，但剧情节奏紧凑，她的表演也越来越完整自然。观众一部接一部追下来，评论区对她的赞美越来越多。她从演员表里不起眼的名字，渐渐变成了平台推荐的主角，曝光度高了，各种红毯和活动邀请也多了起来。在这些公开场合，她总能根据主题调整造型。有一次影视盛典，她穿黑色丝绒长裙，头发优雅盘起，配上简约珍珠首饰，整个人显得稳重而从容，站在一众艺人中间，气场丝毫不输。另一次品牌活动，她换上浅色修身礼裙，低马尾轻轻扎起，既有年轻女孩的灵动，又带着成熟女性的温柔。这些造型让很多人感慨，她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星光气质。不过，比起这些精心准备的红毯造型，更打动网友的是那张下班路人照。那天她刚拍完戏，没有助理跟拍，没有特意打扮，就穿了件简单利落的黑色长款大衣，里面是日常的搭配。头发是自然的大波浪，散在肩上，随风微微晃动。脸上妆很淡，皮肤透着健康的光泽，五官干净清晰，眉眼间带着一点安静的冷感。可当她轻轻笑起来，眼角弯弯，梨涡浅浅浮现时，那种反差美让人挪不开眼。网友们说，这才是最真实的她，不靠后滤镜，不磨平棱角，把精力都放在演戏上。评论区一下子热闹起来。有人说素颜的她比精修图还好看，眼神里有故事。有人觉得她这种不刻意，她是演戏的样子特别珍贵。她是那种有辨识度，看久了也不会腻的演员。在为人处事上，郭雨欣一直很低调。她不爱上综艺蹭热度，社交平台也很少更新私人生活，大多是和工作相关的内容，偶尔分享一些表演心得。她在采访里说过，自己不是特别有天赋的那种人，只能靠一遍遍练习，反复琢磨来弥补。每次接新角色，她都会提前做大量功课，从人物的过往经历、情绪变化入手，慢慢找到感觉。这种方式很费时间精力，在快节奏的娱乐圈里显得有点笨，但她坚持了下来。如今，再提到郭雨欣，大家想起的可能是她那些让人泪目的哭戏，是那几张自然真实的路人照，
更有人说他是短剧圈少有的演技派。在这个颜值被放大审视的时代，他没有去追逐统一的网红模板，没有频繁调整外貌，只是保持最真实的自己，把时间和心血留给一部部作品。对一个演员来说，这条路或许更辛苦一些，但观众在他的角色里，在他的生活照里，看到的不只是表演和外表，还有这些年他走过的坚持、沉淀和那份对表演的热爱。郭雨欣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光芒永远来自内心。